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在感情这个课题上面，你们可以期待什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人？你们的感情运势会有怎样的变化？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3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呢，第一组牌的话，我看到啊，你们在夏天的尾巴上可能会遇到一个人啊，或者说会出现一个人。这个人的话，他是一个 The Artist， 艺术家，很浪漫，有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且呢，他的工作也是关于艺术创作，很自由，或者说他们渴望自由，他们有一份很独特的爱好。这个人呢，他们身边可能不缺人追，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你们也不缺人追，你们也很优秀，所以说你们只要往前走，坚定的往前走，你们就能遇到这个人。权杖侍卫的话，它也意味的是你们在下半年会开启一个新的篇章啊，彻底的告别过去。但是呢，你们依然相信爱情啊，这是一种长途跋涉之后的返璞归真，你们还是原来的那个自己，你们依然有着不变的初心，只不过你们经历了很多，你们看清了很多，但是你们依然相信，依然热爱。所以说在下半年，你们只要好好工作，认真的把手上的事情做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那该来的人他自然会来。下半年你们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可能在准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吧，会让你们整个人的就是有很多的期待吧，或者说有很多的这种自我要求。这个人的出现呢，他是有一点像是来调剂你们的，因为你们的生活就是每天在不断的重复和循环着同样的模式啊，是很压抑的啊。如果说这个人出现的话，他是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快乐和力量的，他会让你们重新感到生活是值得期待的。你们之前一直是有一点害怕谈恋爱的，不敢谈恋爱的感觉，就是害怕自己扮演不好那个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人的出现呢，他是来教你们怎么谈恋爱的，他更多的是来滋养你们的。权杖8的话，就说明这段关系、这段感情的升温是非常迅速的，可能莫名其妙它就发生了，没有什么征兆。而且呢，这种感情呢，它是有一点脱离这种现实层面的这样的一个因素的，就是你们两个人只要彼此看对眼，彼此喜欢，就没有那么多以后的事情，就仅仅是享受当下。可能你们把感情想得太沉重了，就是在一段关系里边，我觉得在这一段关系里边，它是一种很轻松的能量，就这个人他就是来给你们快乐的，给你们力量的，你们不要想那么多，也不要想那么长远的未来。这张圣杯5呢，它代表的是你们其实是那种很容易悲观的性格啊，或者说你们有着比较强的这种土象特质吧。无论是在感情上、学习上、工作上，你们都是有着很强的目的性的。你们是要那种看到结果才会去谈的类型。但这段感情呢，就是有一点不讲道理啊，它的发生没有什么逻辑可言，也打破了你们之前的这种原则和底线。就是你们在彼此遇到之前，可能根本不会想象到彼此有交集。那这个宝剑七呢，就是你们遇到的这个人，他的身上有很多的故事，他是一个经历了很多的人，他的人生比你们还曲折，所以说你们在和他相处的时候，就好像是在翻阅一本很厚重的书。而且呢，这张的 High Priestess 女祭司，你们在刚遇到这个人的时候呢，你们其实是有一点故作高冷的感觉。就这段感情，你们两个人是能够第一眼看到彼此就能够感应到这种很强烈的能量和连接，所以说你们的防线会很快的被他所突破，因为你们是那种外冷内热的类型啊。当然女祭司的话，你们的心也只会对特定的人打开，会对特定的人心动，尽管那个人在你们的身边的人看来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你们动心的点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细节，你们就是那种能被细节打动的人，或者说你们对于某件事情或者说某个领域能够做到极致的那种人，你们是毫无抵抗力的。所以说这个 artist 啊，我们就把他称之为艺术家，他就是一个很擅长表达，很擅长讲故事，很擅长
做那些有创造力的事情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们和他在一起就会感觉到很有乐趣。他是一个灵魂啊，骨子里边非常有趣的人，他们可能会拉着你们去完成一些很天马行空、奇思妙想的事情。那么这个，星币二呢，就是说这个人的出现呢，会给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情绪带来一些波动，你们的情绪是能够被他所带动的。你们之前可能一直过着那种平静如水般的生活，没有一点点波澜，每天重复着同样的模式。所以说这张爱人牌啊，你们可能会在今年夏天的这个尾巴上去体验一段很美好的感情。那么下半年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个人出现啊。那我看到的就是这个星币骑士，一个土象特质的桃花，摩羯、金牛或者说处女。这个桃花呢，它就是那种很踏实的、很稳重的，是那种有结果的，就是你和他在一起，你知道你和他会有结果。这个土象特质呢，只不过他们的性格会有一点，给你一种笨拙的感觉吧，就是他们是那种很传统的，会喜欢你很久，但是又不善表达。你们两个人可能暂时异地，有现实的阻碍，但是呢，这个人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来自于过去的人，他们一直默默的喜欢着你们。圣杯五啊，这张牌，就是你们可能一直在拒绝他，但是呢，这张牌它既可以对应的是你们，也可以对应的是那个星币骑士，就是你们在拒绝他，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并且在今年秋天或者说冬天的时候会再次出现。这张星币六呢，你们两个人的这种关系的话，就是他们在喜欢你，就是这个星币骑士在默默的喜欢你，但是你们可能一直把他当好朋友。但是这个人非常的真诚啊，他的真诚可能会再一次的打动你们，所以说在下半年的话，你们就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一个是 artist， 一个是星币骑士之间做一个选择。有一个人会给你们带来快乐，而有一个人会给你们带来未来。我觉得这个星币骑士呢，它能够让你们感觉到啊，你们是被很坚定的选择的，能够带给你们一些安全感，能够向你们奔赴而来。只不过呢，你们和他在一起的话，可能，他不像这个 The Artist 艺术家能够带给你们情绪价值，因为这个星币骑士他是不擅长表达，但是会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而且呢，这个圣杯八，这个星币骑士他一直都在他们自己的世界里等着你们，可能说他等着你们回心转意啊。这组牌的话没有给到你们直接的答复啊，就是你们会怎样做出选择，因为命运只负责给你们洗牌和抽牌，但是怎么出牌是由你们自己来决定的。所以说，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啊，在今年这个秋天和冬天的时候，你们就会做出这个选择。在你们命运的剧本里面啊，一切都有始有终，能够容纳一切的不期而遇和所有的久别重逢。所以说，请你们保持期待，保持相信。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首先，第二组牌的第一张牌宝剑四，你们现在的状态可能有一点封闭，因为你们把自己刻意的封闭起来了，有一点这种封心锁爱的感觉。但是呢，你们就是那种口是心非的类型吧，是一个矛盾体，既想谈恋爱又不想谈恋爱，总是在自我怀疑，总是在问自己有没有必要去谈恋爱。一个人会很寂寞，但是两个人又嫌麻烦。其实呢，这是一种缺乏安全感的体现吧。当你们缺乏安全感的时候，你们的这种状态就会很矛盾，想法就会很矛盾，而且呢，情绪的起伏会很大。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抽到这组牌的你们最看重的在感情里边最看重的就是陪伴，因为你们要的不是一瞬间的感觉，而是在于激情消退后是否还能有依赖感，愿不愿意继续陪伴彼此。这组牌面当中呢，我看到下半年的话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出现，他可能已经出现了，但是暂时隐藏在人群当中。他手里拿着的命运之轮代表的是他是在你们命运的剧本当中所必然会遇到的一个人，而且呢，他是
他会骑着马出现在你们的身边，他是一个权杖骑士，行动力很强，来去如风，会保护你们，会臣服于你们，会被你们自身的魅力所吸引，而且他们会一点点的打开你们封闭的自我，因为他们有着很强烈的这种火象特质，他们有着非常炙热的一种性格吧。而且呢，权杖的话，权杖骑士他们会很欣赏你，他们甘愿臣服于你，视你为掌上明珠，而且呢会托举你啊。他们手上的权杖代表的是他们拥有一些资源，会分享给你们。你们两个人是那种可以一起搞钱、一起搞事业的类型。而且呢，权杖骑士会很热烈的追逐你们，但是他们会很尊重你们，他们不会逼着你们做选择，他们会等你们，也不会试图改变你们，他们只是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到最好，给到你们最好。那么他们是一个在性格上面有一点大包大揽、大开大合的类型啊，说干就干。我觉得这个人呢，他的出现能够治好你们的拖延，因为你们在他的身边，你们完全可以说走就走，说干就干，没有任何的顾虑。那宝剑8的话，你们在感情里边是有一点盲目的，就是我觉得在这组牌面当中，你们是需要一个人来带着你们往前走的。所以说权杖骑士的话，它会出现在你们未来发展的一个十字路口上，就是当你们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它会推动你们去做出那个很重要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权杖骑士呢，其实被你们所吸引，是因为你们身上同样也有一种很温暖的特质啊，你们就是这张太阳牌，你们有一个温暖的内核，只不过你们会把那个温暖的内核藏起来，但是依然改变不了你们自身的这种持续的努力和善良会被对的人所觉察到、所看到啊，你们的这种能量是会被对的人所感应到的。所以说这张星币7呢，这个权杖骑士呢，他们会很热烈的追逐你们，但是他们会很尊重你们，会等你们去做出那个选择和决定。所以说这是一个同样他也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很绅士。而且呢，这个圣杯侍卫的话，我看到的是一种很温和的能量，就是你们两个人的话，你们可能更多的是那种更偏向于水象特质，而权杖骑士呢是火象特质。你们能够治愈他，而他能够带领你，然后彼此互相成长，互相陪伴，互相扶持。那么这个星币侍卫呢，就是这个权杖骑士他们工作起来的样子是非常非常专注的，他们在一个特定的领域有着很优秀的成就啊，这就是你们欣赏他的点，动若脱兔，静若处子。他们会在正确的时间去做正确的事情。这个人的出现能够让你们变年轻，让你们变得更有活力，就是他能够注入一种很强力的生命能量。可能你们会因为这个人的到来而更愿意去接触和拥抱这个世界，他们会让你们的性格变得更外向、更开朗，而且你们的这种温润如玉的性格也会滋养到他。宝剑6的话，你们可能会被对方带去一个新的环境和新的地方，他们会为了给你们安全感而做很多的事情啊，你们会跨越距离、时间甚至是年龄的阻碍在一起。当这种幻想和新奇都随着时间的流动和经验的积累而消失的时候，你们这段以互补的性格为核心的爱情，可以在激情消退后，依然因为双方都深爱着彼此最真实的模样，而让这段关系保持长久的饱满和丰盈。所以说，这绝对不是一时冲动，这段感情它一定是以未来的结果为导向的，就是你们会奔着结婚去，你们两个人都想谈一场很认真的感情，像家人一样守护彼此。所以说这段感情它会给你们带来重生，让你们从那种不断重蹈覆辙的错误当中解脱出来。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话，你们可能经历过一段虐恋吧，就是曾经扮演一个追赶者的角色，所以说命运之轮它会逆转，你们在下一段关系当中不会那么辛苦了，你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点付出型人格，缺少一些自我和棱角啊，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容易陷入到不对等的关系里边。这张星币女皇呢，你们在关系当中一段感情当中常常是抱有极大的真诚的，尽管你们的这种
这种真诚可能会被辜负过，但是你们不会改变自己的标准，也不会降低自己的要求，更不会轻易妥协，因为你们真的相信，你们持续的真诚和善良会让你们遇到对的人，而对的人正在向你们奔赴而来。永远相信，永远热爱，未来的你们值得所有的美好。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首先呢，第3组牌的这张宝剑6啊，你们在下半年会勇敢的告别过去，迎来一个新的篇章。你们的前方已经看到了新的风景，你们在头也不回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去。所以说下半年你们会告别反复纠缠的能量，终结一段有业力的关系，然后回归到具体的生活当中。所以说在今年秋天，你们会成长为这个宝剑王后，重新把自己的发展主线回归到事业和学业上，重新找回自我，重新坚定你们的目标和方向，重新拿回生活的主导权，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过好生活，重新找回你们的秩序和节奏。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你们身边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留下的人也越来越重要。下半年你们会做减法，会删掉一些人，会清理一些朋友圈。你们把自己当成是一个手机，就是要定期的去清理这个手机的内存。然后呢，在下半年的话，这个出现一个人啊，出现的这个人呢是权杖国王，他是一个非常稳重的、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桃花，火象特质，狮子、白羊或者说射手啊，这个人可能会比你们要大一些，可能要大2到3岁左右吧，就是能够给你们提供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呢，它更多的像是一种物质上的安全感，对方很成熟了，有自己稳定的事业基础。这个人可能是你们身边的人，或者说你们会通过一个中间人的介绍认识彼此。而且呢，这张锁链牌啊，可能说你们的关系也会比较微妙。之前你们就已经有很多的交集了，就认识彼此，但是可能没有一个正式的契机去交往啊。但是呢，你们可能都对彼此有好感，你们2个人被链条锁在一起，是背靠着背的状态，说明这个人呢，他应该是一个意料之中的人。权杖王牌呢，你们在下半年会完成一个重生和觉醒啊，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蜕变，会彻底的清空过去，然后在失去的废墟之上重新建立新的计划和生活。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上半年可能经历了一系列的突发性的爆炸性的事件，会让你们对于人生有一些新的感悟。那么这个宝剑骑士呢，你们会因为出现的这个权杖国王啊，他能够带你们看到更好的风景啊，或者说他能够帮助你们解决某个很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张星币8，你们可能一起会去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说一起读书，一起学习一个新的技能，一起去彼此成长，共同提高啊，这就是你们在一起的主旋律啊，能够互相激励和互相鞭策。那么这张教皇牌呢，是这个权杖国王，他可能说有一点好为人师的感觉，他经历的很多，也比你们更成熟，在很多事情上都能够指导你们，给你们一些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只不过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他很像是一个老师啊，在不断的喋喋不休的给你们讲一些大道理。他可能在工作当中也是一个领导吧，就是很喜欢事无巨细的来告诉你们怎么去做。所以对于这个人的话，他能够教给你们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那么这张宝剑3呢，就是在2022年的下半年的话，你们的一些令你们感到焦虑的课题都会落地啊，都会被解决掉。你们的感情、事业啊、财运啊、学业啊，会共同汇聚到一个点上面。也就是说，你们在同一时刻，在下半年的某一个时刻，你们会感觉这3件事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和发展，它们是同时发生的。而且呢，这个圣杯9啊，它就代表的是
在今年的下半年，秋天或者说冬天，你们可能会签订一个很正式的契约，或者说你们在准备的一件事情，在下半年会正式的落地，有一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感觉。所以说，无论就是在你们的下半年，无论是你们的感情、你们的事业发展，都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啊。它也象征的是你们的个人发展即将腾飞，而且死亡牌它就象征和代表的是一种旧的轮回的结束。那些你们以为的终点，其实只不过是新的起点而已。这张力量牌啊，你们会从这种虚无的人际关系当中解脱出来，摆脱那些无效社交，然后获得新的力量。这种力量也是来自于你们和权杖国王建立起来的这种连接。而且呢，在下半年的话，有一些事情它可能会重新的提上日程，就是你们之前可能在一些事情的尝试上面有过1到2次的失败的经历，有一些事情呢努力到一半，半途而废，浅尝辄止。下半年的话，在这个权杖国王的鼓励下，你们可能会再一次的对你们的梦想发起冲刺。所以说，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这个权杖国王来说呢，我觉得这段感情它都是很成熟的。你们可能都到了一个要谈婚论嫁的阶段，所以说你们的这种感情观啊、价值观啊，都是比较匹配的。你懂我的不容易，我理解你的辛苦，彼此体谅，彼此鼓励。所以呢，我从牌面上我看到这是一段既有条件的爱，但是又没有条件的爱。有条件的爱指的是能够赋予你们关系以日常的秩序和形态，因为你们两个人都知道彼此的底线是什么。而无条件的爱呢，则会赋予你们这段关系自由和意义。那么缺乏任何一个，另一方也会崩塌。所以说，在这种关系当中，我看到你们在成全着彼此，而且你们不需要纠结这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因为在命运给你们安排的时区当中啊，一切都会准时到来。凡事期待，凡事盼望，同样也永远相信你们值得。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投币，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